魏明刚当上副总裁那天，魏明父母就嘚瑟的不会说话了，一会儿要给儿子介绍对象，一会儿催着儿媳妇生二胎生孙子，一个小苹果都让林双忙得够呛。因为魏明和公婆从来不管孩子的事，都是林双自己一个人带。林双好不容易重返职场，公婆又想用二胎困住她，他们就是怕女人太有本事，不好控制。魏明父母不愿意照顾小苹果，是因为重男轻女，他们只把儿媳妇当作生育机器。对黄佳怡也不例外，魏明父母一心想着黄佳怡肚子里怀的是男孩，根本不在乎黄佳怡的死活。可惜黄佳怡生的也是女孩，最后也跟魏明离婚了，魏明还是净身出户。而魏母到死都不知道林双跟魏明结婚8年，为何一直没有怀上二胎。对于这个原因，《好事成双》剧中交代的比较隐晦，原著中倒是写得很清楚。魏明不行，魏明性发育成熟早，中学时就开始谈恋爱，早在跟林双结婚前就已尝过百种滋味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魏明撩妹的本领和破的手段也是多年积累出来的。魏明跟林双恋爱时激情满满，婚后热情减半，生了女儿小苹果后，俩人几乎就没了夫妻生活。因为魏明总是嫌弃林双，早就对她没了兴趣，嫌她身上有樟脑丸味，嫌她在床上太无趣，所以每次都像交差似的敷衍她。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在林双，而在魏明身上。若是男人不爱这个女人，也会与之发生关系，解决生理需求。魏明是因为吃惯了外面的山珍海味，所以对家里的家常菜不新鲜了。因为江喜能够满足他，所以他认为他和江喜之间特别和谐，而江喜并不这么认为。林双问江喜：我和魏明已经3个多月没有性生活了，你们呢？江喜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不只是因为当着原配的面不好意思讲，还因为魏明的情况太让人难以启齿。若是回答林双方便说，那接下来的话题，他们俩是要大谈特谈魏明的床子事吗？还是相互吐槽魏明偶尔因为心事会疲软的那临门一脚？对于江喜没说出的吐槽，林双也深以为然，因为他深有体会，尤其是他跟江海那次连续做了4回下跪求饶后，他对魏明就完全丧失了兴趣。魏明最近总是出去吃，已经快忘了家常菜的味道了，不过他并不介意偶尔以此充充饥。江喜不是每次都有求必应，魏明在他那里得不到满足时，就会回家找林双解馋。林双知道魏明出轨后，就特别膈应他，每次活动都像是煎熬，若不是为了向魏明要钱，林双才不会这样。而当完事后，魏明被动给林双赚了5万块钱后，他才突然反应过来，刚才那一炮真贵，是魏明自己纵欲过度，是他太不行，还对自己的妻子有那种龌龊的思想，真是个烂人。男人有欲望，女人也一样。得知魏明带江喜出差后，林双出于报复和自我安慰，跟江海一起做了他们同样的事。魏明有过千万次，林双只想放纵这一次，想到魏明和江喜，林双就更加对江海所求无度。林双像个高高在上的女王，江海像个奴仆，乖乖地听着林双说的，表现好一点。比起魏明的敷衍了事，江海几乎是使完了毕生所学，用尽了全部力气在取悦林双。他的技巧还有些青涩笨拙，但燃烧的心却是滚烫炽热。你想叫就叫出来吧，江海提醒林双，反正这里也没有人。这一声提醒，让林双这些年来积攒的所有欲望，在一瞬间溃堤，喷薄而出。世俗在欲望面前溃不成军，完全不值一提。也就是在这一次之后，经历过江海之后，林双彻底对魏明死心了。魏明却主动向他索要二胎，因为魏明被江喜甩了，他那根作为男人虚荣脆弱的神经被刺激到了，所以他需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还有男人的魅力。更可笑的是，魏明宠幸林双，自认为是对林双的一种施舍，殊不知林双已经品过江海那种酒的醇厚，才不会稀罕他这廉价的饮料。
林双也知道魏明对他的折腾无非是在发泄对外面那些女人的不满，所以林双也不愿意配合，只得像死鱼一样忍耐了10多分钟。魏明感到不满，又不好指责林双不配合，便指责林双不为他生儿子。林双拐着弯地说魏明不行，魏明还反问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不行？魏明确实是不太行，但真要再生个孩子也未必不行，小苹果就是他行的证明。结婚8年了，林双之所以怀不上2胎，是因为他2年前偷偷去医院放了环。孩子不是林双一个人的，生孩子这事也得他们2人互相配合，共同完成。魏明和林双要是想生，自然就会有2胎。魏明若是真心爱林双，对林双足够好，林双也不会拒绝为他生儿子，继续做全职太太。林双正是因为被魏明寒了心，才意识到为这样的男人付出牺牲太不值，更别提生2胎了。魏明也不想要2胎，他没有生儿子的执念，无所谓儿子还是女儿。准确来说，魏明根本就不在乎孩子，他只爱他自己，不愿意为老婆孩子花钱，只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所以父母再催也无用。魏明骨子里还是个巨婴，但凡他摊上事，就会去找爸妈，爸妈家是他最安心的地方。魏明犯了错事，被林双抓住把柄，才给林双50万封口费，还告诉母亲他给林双50万。魏母听了很不高兴，于是就催生。魏明最擅长甩锅，说是林双不愿意生，魏母更加愤怒，我看你脑子是不好用。哦，他不生就不生了，你那50万就扔水里了。魏明跟母亲之间从来没有秘密，红着脸吞吞吐吐说自己在外头惹了事。果然有其子必有其母，魏母并不觉得害臊，也不觉得儿子做错了事，还对林双倒打一耙。魏明风流成性，出轨多年，这根本就不是林双的错，跟林双生不生儿子更是没有什么关系，是魏明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。同理，魏明跟黄佳怡结婚，黄佳怡怀孕后，魏明又跟米雪在办公室发生关系，这也不是黄佳怡的错。魏明欲望太重，只要有生理需求，他就会找江喜，哪怕是江喜都要被迫离职了，魏明还想着榨干江喜最后一点价值，带江喜去外地出差，2天1夜，烽火连天战不休。江喜为了离职时能拿到10万块的补偿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尊严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也是魏明表现最好的一次，更是江喜被虐得最狠的一次。魏明真是变态禽兽不如。魏明出差回来后，眼里带着纵欲过度的乌青，看来他很享受，很满足。而江喜后背上留下一条条一道道被耳机抽打过的淤青，这是一种屈辱。魏明的自私和残忍，没有人性。黄佳怡怀孕后，魏明不但没有一丝开心，还怀疑孩子不是他的，这才几次啊，就有了。确定是自己的后，魏明却反过来怪黄佳怡太容易怀孕，不停地在心里嘀咕。对比物质优渥的黄佳怡，魏明才意识到林双的不容易。可见魏明不是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是什么都没看到，他比谁都清楚林双为他的付出，对这个家的贡献，他只是一直在装睡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